秀兰，公司分的房子太小，红玉的丈夫对我又有救命之恩，临终之前特意嘱托我要照顾好他的妻儿。这次我就先带他们娘俩进城，等下次我再回来接你和彤彤。爸爸，彤彤也想住大房子。彤彤乖，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啊。小安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以后每个月我的工资都会打到这里面，你拿好。对不起，你这张卡里根本没有进账，你回去再问一下您丈夫，看是不是拿错了。彤彤，彤彤，你别吓妈妈。彤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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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你别吓妈妈。彤彤。老公，老公，我求求你了，能救救彤彤，彤彤快看我不行了。方阳，听说是乡下，让我有感呢。红玉身体不舒服，我带她来一趟医院。你怎么能让彤彤睡在地上？彤彤她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赶紧带彤彤回乡下，最近城里也不安全。对了，通知你一件事情。我们离婚吧。红玉照顾了我4年，很辛苦，我想给她一个家。离婚？沈朝阳，你4年都没有回过家了，现在刚见到我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彤彤她都已经……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离婚协议过几天我送回乡下。沈朝阳，你口口声声说心里只有我们母女，可是你却和景红玉的儿子在城里过着好日子。我真傻，居然信了你的鬼话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你醒醒呀！妈妈，你醒啦！彤彤肚子饿了。彤彤，你还活着？妈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今天是我1个月前去工地打零工那天。妈妈，彤彤肚子饿了。彤彤乖，妈妈马上就给彤彤做好吃的。好。反正1个月以后要闹流感，不如把家里值钱的都卖了换成钱。妈妈，鸡腿真好吃。彤彤要是喜欢吃啊，以后妈妈多给彤彤买。唉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。彤彤想爸爸了。
那妈妈明天带彤彤去找爸爸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耶，彤彤可以去找爸爸啦！就算1个月后躲过流感，之后沈朝阳还是要和我离婚，不如明天就进城去找那对奸夫淫妇算账。城里的大楼就是气派，可是上辈子我和彤彤等了他4年，他都没来接我们娘俩进城。你好，请问沈朝阳的办公室在哪儿？哦，您说沈经理，他的办公室在那边2楼。谢谢，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不是这个公司的人吧？对，我是来找我丈夫的，沈朝阳。沈经理不是有老婆孩子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？沈经理带着他的太太和孩子就在隔壁的西餐厅，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。太太，谢谢你啊，走吧。刚才那个人怎么说沈朝阳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孩子？再来一块，来。怎么了？修兰，周秀兰，我不是让你在乡下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还把彤彤也带来了？爸爸，是彤彤想你了。我听你们公司的人说，你带着太太和孩子在这儿吃西餐呢。秀兰，你误会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缘由。啊，没错。秀兰，你别误会，我跟红玉什么都没有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不继续吃了呀？这2年，我和彤彤在乡下穷到去地里挖野菜，沈朝阳却带着秦红玉和他的孩子在这儿吃精致昂贵的西餐。秀兰，你别误会。晨晨这孩子，父亲走得早，他对我依恋比较重。小孩子说的话，千万别当真。是啊，你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，哎，都别站着了，一起吃吧。我是明盛集团总裁林明远，给我查一查沈经理的家产。爸爸，叉子都不用。说谁呢？道歉。说谁呢？道歉。晨晨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快给妹妹道歉。我才不给乡巴佬道歉，他长得就是丑。这孩子，秀兰，晨晨这孩子顽皮，但在学校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妈妈，乡巴佬是什么意思呀？乡巴佬是晨晨哥哥在城里学校学的新词汇，你可不能学他。妈妈，我还想吃牛排。来，晨晨哥哥把牛排都吃腻了，咱娘俩一辈子都没吃过牛肉，可不能浪费。周秀兰，你故意恶心人是不是？啊，你别多想，红玉是怕我们吵起来，所以才……小兰，跟我出来。有什么话不能在里面说？小兰，我劝你还是带着彤彤回乡下住。回去？凭什么秦红玉和她的孩子就能住在城里，和彤彤就要回乡下呢？周秀兰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我在城里的花销每一分都是红玉挣的，她的丈夫是为了救我而死的，我不能辜负逝者的嘱托。那我们呢？彤彤呢？
我说了，等公司分了大房子，我就接你们娘俩过来。你现在闹的是哪一出？乡下发了洪水，而且马上就要爆发流感，我们娘俩连饭都吃不起了。你难道想让我们两个死在乡下吗？饭都吃不起，我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你们娘俩花。沈朝阳，你给我的这张工资卡里面有过1分钱吗？你带着别人的老婆孩子在高档餐厅里吃西餐，让自己的妻女在乡下受苦，你可真是个好男人啊！不对，你等等，难道我调换朝阳工资卡的事情要露馅了？朝阳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小心把你的工资卡和我的卡弄混了，都怪我笨。红玉，这4年辛苦你了，我不怪你。真的吗？我们现在就去跟秀兰解释清楚。是红玉搞错了，这几年家里开销也大，她也不是故意的。怪不得前世沈朝阳丝毫都不愧疚，原来他一直以为工资卡真的给我呢。好一句不小心拿错了，他怎么不上错床啊？周秀兰，你别太过分，红玉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，晨晨还要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，都要花钱。他的儿子要上学习班，我女儿就不需要上学吗？你丈夫出事的时候，公司给了一大笔补贴吧？他怎么不花他自己的钱？那是人家丈夫用命换来的钱，花不花只能他自己做决定。沈朝阳，4年了，我和彤彤没有花过你1分钱，我只是问问，你就这么维护他？周秀兰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好一对奸夫淫妇啊！住口！沈朝阳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几年你们两个早就躺在一张床上了吧？周秀兰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这4年他就没有碰你一下？闭嘴！我沈朝阳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沈朝阳，你带着秦红玉的孩子住好房子，工资卡也在他手里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那你也不能玷污我和红玉的名声。沈朝阳，还真是瞎了眼。行了，既然都把话说开了，那也就不遮掩了。周秀兰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离婚吧。离不离婚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这么多年你亏欠我和彤彤的，我要你们加倍偿还。承认。晨晨，你怎么了？是他推我，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磕的。这死丫头，我今天抽死你！秦红玉，你干什么？秀兰，你怎么回来？这死丫头，她跟我儿子的伤，我的女儿，我最了解，她绝不可能伤人。妈妈，真的不是我推他的，他自己磕到桌子上的。走，妈妈带你去高三医务室问诊。为什么故意推陈晨？沈朝阳，你疯了！妈妈不是我推的，是他自己追着我要打，磕到桌子上碰的。还敢狡辩！还敢狡辩！沈朝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彤彤她才是你的亲闺女，她从小到大都不会撒谎。周秀兰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只给你。以后有多远就多远。妈妈，是不是彤彤惹爸爸生气了？彤彤乖，不怪彤彤，是爸爸不爱彤彤跟妈妈了，不怪我的宝贝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沈朝阳，上一世你
对我们母女不管不顾，害我们病死在路边。这一世，绝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。秀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赶紧走！这是我们公司。保安，保安！红玉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把张然他让给你，你别带我们母女赶尽杀绝，好不好？彤彤，来，快来求求爸爸！爸爸，求求你别赶我和妈妈走！把他们两个给我扔到马路上！住手！住手！林总，怎么回事？这都是误会，这两个人在这儿闹事，我现在就赶他们走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我的妻子和女儿。妻子和女儿？那他们呢？沈经理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媳妇儿和女儿啊？是啊，我一直以为公司里那个是沈经理的老婆孩子呢。原来他是沈朝阳的上司。秀兰，有事好商量，这都是我的同事，咱们换个地方说，行不行啊？朝阳，你别赶我们回乡下。当年你说不能辜负救命恩人的嘱托，要好好照顾秦红玉他们母子俩，于是你先带他们进了城。可是现在4年都过去了，你难道要照顾他们母子一辈子吗？沈经理表面上看着一副好男人做派，原来背地里脚踏2只船啊！秀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朝阳，我可以不拆散你跟红玉，我同意离婚。可是你不能不管彤彤吧？爸爸，我求求你，别赶我和妈妈回乡下，我们在乡下都快饿死了。这沈经理平常看起来那么正经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人不可貌相。再塌了原配跟孩子可就惨了。再塌了原配跟孩子可就惨了。各位，事情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你们都误会了。对，我跟红玉确实不是夫妻。红玉的丈夫对我有救命之恩啊，临死之前特意嘱托我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儿子，所以公司上次分房子，我才把他们娘俩给接到城里来。对，朝阳只是报恩，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真以为沈经理找小三呢。沈经理宁愿让自己现在的老婆受苦，也苦不了恩人的老婆孩子。你这样说，沈经理还挺重情重义的哈。大家现在都清楚了吧？我跟他一直都是分房睡的。演的还真像。沈经理业务这么忙，你要是真是他媳妇儿，就别在这儿闹了。是啊，沈太太，现在像沈经理这么重情重义男人不多了。报恩没有错，但是也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妻儿。报恩没有错，但是为了报恩，就不顾自己的家庭，难道这就对吗？我记得当年你丈夫出事的时候，公司给了你一大笔抚恤金吧？为什么你拿了这些抚恤金还不知足，连我老公的工资看你都要惦记呢？为什么你拿了这些抚恤金还不知足，连我老公的工资看你都要惦记呢？没有，周秀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4年了，沈朝阳，你连1分钱都没有给过我和彤彤，我也不是非要跟你闹啊，主要是今年乡下发大水，庄稼颗粒无收，马上还要闹流感，我们2个也是不想死在乡下。沈经理，报恩没有错，但是你这么对待自己老婆孩子，这确实说不过去啊。你看那穿扮，一个穿的花枝招展，一个穿的粗布烂衫，既然手里有抚恤金，就别来拉着别人老公不走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人家沈经理怎么想的，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苦成那个样，还有心情照顾别人的妻子。沈朝阳，把妻女扔乡下，带着别人的老婆孩子住进公司分给你的大房子里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对得起自己的妻女吗？林总，我今天要是你媳妇儿来，全公司都以为她是你的妻子，你一口一个报恩，却从未告诉大家事实。我们明盛集团不需要这样的经理。林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周小姐，
你家的事儿我查清楚了，沈朝阳的房子是我分给他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讲。这个林总看起来挺靠谱的。林总，我想跟他离婚，我要跟他离婚。沈太太，你刚才不是还求着沈经理别把你们娘俩赶回乡下吗？是啊，沈太太，你还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你们离婚了住哪儿啊？周秀兰，你说什么呢？沈朝阳，我以前那么听你的话，你给我的工资卡里1分钱都没有，我就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，没想到你居然带着秦红玉和她的孩子，在高档餐厅里面吃牛排。秀兰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放开！从前我为了这个家一再忍让，你却没有珍惜过。以后我要为自己而活。不行，彤彤不能没有爸爸。沈朝阳，这几年你回家看过彤彤一次吗？有你没你都一样。红玉她照顾你不是很辛苦吗？我成全你们。住口！秀兰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林总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我能处理好我自己的家事，请您给我一点时间。好啊，我给你时间。周小姐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还带着女儿，慎重一些吧。沈经理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家事处理不好，明天也不用来明盛集团上班了。另外，公司分给你的房子不用住了。哎，林总，林总，行了行了，那散了吧，好好上班。跟我回去。你给我进去！爸爸不许推妈妈！周秀兰，我说了，钱的事是误会，我跟红玉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连你们公司的人都知道你们是夫妻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离婚吧。周秀兰，你是要让我也无家可归吗？林总说了，家事处理不好，房子也要收回。好啊，可以不离婚，但是你把他们娘俩送回乡下去，我们一家人安心在这儿过日子。朝阳，这4年可都是我在照顾你的饮食起居。周秀兰，你为什么老是针对红玉和晨晨？我把他们送回去，他们娘俩在乡下怎么生活？你让我怎么告慰她丈夫的在天之灵？他们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，我跟彤彤是要活不下去了。沈朝阳，但凡你这4年回去看过我们1次，给过我1点生活费，我都不至于来城里寻你。秀兰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和彤彤在乡下过得那么苦，不过我答应你，我的工资卡这回真的交给你保管。这张卡你拿着，以后我的工资全都打到这张卡里，够你和彤彤在乡下生活了。又来这一套啊！4年前你就是这么骗我的。周秀兰，你别不识好歹！周秀兰，你别不识好歹！不许打妈妈！到底怎么样，你俩才肯回去啊？不离婚也行，你的工资卡我也不惦记。你现在就把钱给我和彤彤，以后我绝不缠着你。秀兰，原来你今天在公司闹上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要钱啊？秦红玉，我找我丈夫要钱天经地义，倒是你跟你儿子吃穿用度花的都是我丈夫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朝阳，工资卡里的钱可都是我们一家子用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奢侈品，全都花在你身上了。啊，对，我的工资全都花到我身上了，现在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，只能等下回发工资。行，想赶我跟彤彤走，又不想给生活费，那就离婚啊！以后女儿我自己养。慢点！我记得保险柜里还有点现金，你去全取出来。去吧。全在这儿了。钱给你，拿了就走。不够，不够。周秀兰，你别不识好歹！
这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和彤彤的衣食住行。以后彤彤长大了，各方面都要用钱。这些年你没少花我家的钱吧？但是你儿子身上的一件衣服就要大几千块啊！秦红玉，我要你的私房钱。周秀兰，你别太过分！我那些钱都是我丈夫的抚恤金，那是用命换来的。不多，我就要5万块，不给也行啊。干脆我就跟沈朝阳离婚，让公司把房子收回去，以后你们谁都别住了。朝阳，我们保险柜里面就5万块钱现金了，要是全给他，我们这个月怎么活呀？晨晨补习班的钱怎么交啊？等着！周秀兰，你要不要脸？比起前世你们让我和彤彤病死街头，这点钱算得了什么？秦红玉，让别人的丈夫无偿照顾你4年，到底谁不要脸？你这5万块够你和彤彤在乡下过一阵子了。还不够。还不够。周秀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现在就立下协议，如果以后你跟我离婚，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全部归彤彤所有。周秀兰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朝阳，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，他明显是想把你的钱都骗走。周秀兰，亏我以前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我骗他的钱，沈朝阳是我丈夫，彤彤是我女儿，我骗谁了？你，朝阳，你可千万不能签，你要是签了的话，以后咱们婚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周秀兰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把你逼上绝路，到底是谁先把谁逼上绝路的？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连一份协议都不敢签呢？该不会是你心虚吧？还是说你早就已经跟他假戏真做，成了真夫妻了？你不跟我离婚，只是怕公司收回你的房子。闭嘴！要是把你这么歹毒，当初就不该娶你。沈朝阳，别再自欺欺人了，要么离婚，要么签协议，2选1。要么离婚，要么签协议，2选1。不能签，我们已经给他钱了，不能签。要是以后离了婚，真的就什么都没了。红玉说的对，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门儿都没有。钱已经给你了，立刻滚回乡下，否则1分钱都交不到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彤彤，我们走。周秀兰，你以为你拿了钱就能嚣张吗？你给我等着！朝阳，你消消气，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。你先回屋陪晨晨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喂，是叶少吗？秦红玉，怎么想我了？讨厌叶少，人家有个事想求你帮忙，有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需要你去摆平一下。妈妈，我们是要回老家吗？不回了，有了这些钱以后啊，我们也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竟让叶少亲自下命令，原来是个娘们儿。兄弟们，开工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乖乖把钱拿出来，小爷我放你娘俩一条生路。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我们没有钱。没钱？怀里抱的是什么？拿来吧你！终于没事了！你们这些畜生，连女人和小孩你们都欺负！臭娘们儿，一脸不要脸，
小爷，我花你俩钱咋了？不许欺负我妈妈！他再骂我就治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才不能找妈妈呀？安也想要妈妈。安安别急，爸爸正在找呢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他妈算哪根葱？干关小爷的好事儿，滚蛋！老大，好像是明盛集团的林明远和叶少不对付的那位。什么？明盛集团的林明远？那我们还真惹不起。撤！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你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会在大街上？沈朝阳把你们赶出来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带着女儿离开的。她不肯跟我离婚，也不想把秦红玉送到乡下去。那你现在要回乡下呀？这么晚了，你们孤儿寡母在街上也不安全，要不我送你们吧？要不我送你们吧？不必了，林总，我带着孩子就近找个旅馆住一晚就好了，不麻烦你了。我叫林明远，你不是明盛的员工，所以不必喊我林总。另外，沈朝阳的家事我管不了，但是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帮你。算了，我跟他在名义上毕竟也还是夫妻，以后我要靠我自己。爸爸，这是我儿子安安，带着妈走了走，和阿姨打招呼。阿姨好。彤彤，快跟安安哥哥打招呼啊！安安哥哥好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还是我送你们吧？真的不必了，林总，今天的事谢谢你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打算找个工作，乡下生活不太方便，以后我跟彤彤就在城里安家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就打这个电话。哎，对了，公司最近在招会计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试试。会计？可我只有普通大学的文凭，没有学过会计。可以先试试。谢谢你，林总。明天你到公司找吴秘书，让他安排你应聘。好。周秀兰，你不是回老家了吗？钱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还来我们公司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回乡下了？我说的是，我们走着瞧。昨天闹一次还不够啊？你想让我把工作也给丢了吗？你放心，我今天呢不是来问你要钱的，以后还请沈经理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来明盛工作？哼，哈哈。我们明盛集团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吗？你不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文凭吗？也敢来明盛面试？路是闯出来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赶紧带着彤彤回乡下。沈朝阳，我只是应聘个会计，你就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明盛这么大的集团，不是你一个常年待在乡下的女人该来的地方。实在不行，我安排人送你和彤彤回乡下。沈朝阳，你听着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回乡下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扎根城市，没有你，一样可以幸福。好啊，那我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我提醒你一下，能来明盛面试会计的，那都是个顶个的高材生，你比得了吗？只要你这个当经理的不使坏，我肯定行。好啊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谁怕谁？是周小姐吗？
请过来。喂，小陈啊，今天是不是有几个人要参加会计面试？对，沈经理，您说。有一个叫周秀兰的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获取的面试资格，但是我不希望这个人进入明盛集团。好的，沈经理，您放心。不自量力。那不是沈经理他老婆吗？他怎么跟着吴秘书啊？沈经理老婆，他哪个老婆？原配呀！我刚才看见他跟着吴秘书。请各位稍等，面试官一会儿就来。进来。林总，周小姐已经到了。行，你让陈静去考考他们，最后把成绩汇报给我。是。陈姐，面试会计的人到齐了。好。沈经理特意交代过，不能让这个人进入明盛集团。他的话我不敢不听。今天的面试很简单，一人一份试卷，谁先写完并且得分高，谁面试成功。明盛集团不招闲人，如果觉得试卷困难，可以弃权。你好，为什么我的试卷是英文的？明盛这么大的公司，难道只有国内的业务吗？你没听说过双语会计？可是为什么别人的都是中文的，偏偏我是英文？你有完没完？说了，公司需要双语会计。到底是哪个蠢货让你来面试的？半个小时后结束答题。一定是沈朝阳指使的，知道我英语不好，故意为难我。难道我真的只能带着彤彤回乡下守着老宅吗？重活一世，绝不能继续再过这种只能依靠沈朝阳的日子。周秀兰，你要自强。林总，怎么了，沈大经理？有事吗？林总，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给公司造成了混乱。说正事儿。我的家事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今天就把我的妻女送回乡下。您放心，以后他们绝对不会再来公司闹事了。我要是没看错，今天公司面试会计的名单上有你老婆的名字。林总，绝对不是我安排的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来明盛参加考试啊。您放心，她什么水平我最了解，她绝对没有办法通过明盛的考核的。等考核结束，我马上安排人送他们娘俩回乡下。林总，您放心，我已经给了他们母女一笔钱，足够他们俩在乡下花一阵子了。你既然能让你的老婆孩子在乡下好好生活，那你肯定也能安顿好你救命恩人的妻儿。公司给你分的房子那么大，你为什么不让你的老婆孩子住进去？
红玉的丈夫临死之前特意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我。他们家在乡下很落，红玉的性格又不如秀兰坚强，所以我才……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是上司吗？万一你老婆通过了考核，你们以后就是同事了。是。考核结束，停止答题。回去等消息。时间到了，别写了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求求你了，这道题我很快就算完了。半个小时只做了2道题，你这种工作效率不可能进入名胜。还不是你一直在针对我？如果是一样的试题，我一定是第一个交卷的。你还骄傲上了？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，你不合格，可以走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只做了2道题，满分100，就算2道题全对，也不合格。沈朝阳，你真是好手段。进。林总，4名面试者的考核成绩出来了，这个成绩最高的考卷。除了最后2道最难的大题没算出来，其他又都对。胜任2部的工作应该没问题。这个姑娘看着就聪明能干，要不2部的会计就让她来试试。其他的我看看。在这儿。英文。这最后2道最难的大题算的也准确无误。周秀兰人呢？我看他算出来2道大题，就让他走了。愣什么？把人给我找回来！造孽呀！怎么让他歪打正着算出来最后2道题呢？这回沈经理那边该怎么交代啊？既然这里不要我，我就去找别的工作。世界之大，总有我容身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周秀兰，林总让你上去。不是说我不合格吗？为什么又叫我回去啊？那个，之前都是误会。林总看了你的答卷，最后2道大题全部正确。这么说，我还有机会被应聘上？是啊，你快跟我去见林总吧。完了呀！要是让林总知道我找双语题目为难周秀兰，肯定免不了挨骂。最后2道大题准确无误，已经证明了你的计算能力。哎，没想到你的英文也不错，双语试卷都答得上来。林总谬赞了，其实我的英文也不太好，也不知道今天考的是双语。陈静，你不做解释吗？为什么其他3份是正常试卷，偏偏他的是双语试卷？是沈经理，沈经理叮嘱我，让我刁难一下周秀兰。
他不希望周秀兰入职名盛。岂有此理！果然是沈朝阳在背后指使，我还真是没有看错人。去，把沈朝阳叫来。是。林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担心秀兰胜任不了这份工作，才这样安排的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事到如今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能否胜任，你说的还不算。沈朝阳，你还真是个小人，为了逼我回乡下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今天这件事儿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周小姐，你是这件事的直接受害人，你说怎么办？林总，我来处理不太好吧？不碍事儿，这件事因你而起，你定。好。沈朝阳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也不为难你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各不相欠。秀兰，真的要和我离婚？我可是孩子的爸爸。昨天我跟你说要离婚，你不肯，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在跟你闹脾气啊？其实我早就看透你了。秀兰，我知道你和婷婷在乡下过得苦，你需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钱不钱的已经不重要了。沈朝阳，你我缘分已尽。你们先聊，我喝杯咖啡。秀兰，我可是孩子的爸爸，彤彤不能没有爸爸。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原谅我的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但是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娘俩好啊！放开！你口口声声为了我好，那你倒是真的为我好呀！彤彤有你这样的爸爸，跟没有什么区别。你知不知道，昨晚我们差点被人抢劫，连你给的那点钱都差点被人抢走。这4年来，你在城里养着别人的老婆和孩子，怎么就没有想过回到乡下看看我跟女儿呢？就算今天我不跟你离婚，总有一天你也会抛弃我跟彤彤的。秀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们娘俩好的。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再相信你一句鬼话，你好自为之。周秀兰，你以为你入职了名盛集团，有了工作，就养得起彤彤吗？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在城里只会比在乡下难上1000倍万倍。我们娘俩以后就算再苦再难，也比跟着你强。签字吧。周秀兰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吗？我这也是为了我和彤彤的人生负责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和秦红玉在一起生活，不如你就成全。朝阳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红玉，我跟秀兰离婚了。怎么这么突然就离了？我没想到周秀兰这么决绝，她好像变了一个人，贴了心的要离婚。周秀兰啊，周秀兰，这可是你主动抛弃沈朝阳，可不能怪我横刀夺爱了。她就是为了钱才来城里找你的，这样的女人怎么配得上你呢？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你不对。
我真没想到，他竟然敢主动跟我提离婚。人心是会变的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周秀兰了，你又何必这么痴情呢？朝阳，你还有我呀。红玉，还好有你在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这4年，你照顾我们俩辛苦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。哎，朱会计，今天亲子活动，公司让你签到呢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彤彤啊，妈妈先去签个到，你别乱跑。好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我哦，千万别乱跑。知道了。林总，秀兰阿姨好。爸爸，我想去那玩秋千。去吧，别乱跑，一会儿我去找你。嗯。彤彤妹妹，彤彤妹妹，那咱们一起进去。好。不好了，谁家孩子荡秋千摔下来了？彤彤，彤彤，你别吓妈妈！彤彤，这是谁干的？我们也是路过，不知道啊。荡秋千都能摔地上，活该。别愣着，先送医院。妈妈。你醒了，彤彤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没事。怪不得周秀兰赶着要和朝阳离婚，原来是看上任明远了，真是个狐狸精。林叔叔，我没事，你先让我下来。彤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从秋千上摔下来呢？是不是有人推你？是晨晨推的我，他还骂我是乡巴佬。就是他推的我。晨晨，你说你为什么要推彤彤？不是我推的，是他自己摔的，我没推。周秀兰，你不要在这里疯狗乱咬人啊！我们家晨晨才不会推你女儿，肯定是他自己摔的，还想诬陷在我儿子身上。彤彤从来都不会撒谎。晨晨，你说是不是你推的？晨晨，你说是不是你推的？不是我，就是他自己摔的。听见了吗，周秀兰？我们家晨晨也从来不会撒谎，自己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，还想赖在我儿子头上，没门儿！秦红玉，难道我女儿把头磕成这样，就是为了污蔑你儿子吗？今天在场那么多家长小孩，他为什么偏偏就指认晨晨？你有证据吗？要不然调监控，看看到底是怎么摔的。你自己女儿笨手笨脚的，说不定是她自己摔了个狗啃泥呢。你什么你？自己照顾不好孩子还赖别人，怎么有你这样的家长？我知道是谁推了彤彤，安哥哥。安，你看到谁推彤彤了？安，你告诉阿姨是谁推的？你告诉阿姨是谁推的？是他。刚才彤彤在荡秋千，是他在后面推了彤彤。秦红玉，现在有安安这个人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不可能，我和孩子才来，晨晨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根本不是他推的。这个小男孩也在撒谎。爸爸，我没说谎，就是他推的彤彤妹妹。秦红玉，你是在质疑我林家的家教吗？安安不可能说谎。仅凭孩子的一面之词，也不能断定就是晨晨推的彤彤。晨晨一直跟在我身边，那谁能证明你儿子一直在你身边啊？我能证明晨晨一直和他妈妈在一起。我能证明晨晨一直和他妈妈在一起，晨晨一直跟着他妈妈和我们3个一起来的。陈朝阳，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林总，我确定，晨晨确实一直跟着他的妈妈。会不会是安安看错了，
今天亲子活动这么多小朋友，万一看走眼了呢？爸爸，我没看错，就是他干的。不可能，我相信晨晨，他不是这种坏孩子。现在有彤彤本人和安安一起作证，沈朝阳，事到如今你还要偏袒他吗？秀兰，我知道你跟朝阳刚离婚，也知道你一直看不惯我，但是你也不能让彤彤诬陷晨晨是他推的呀。你有什么气冲我撒就好了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打我几下，我绝对不还手。秦红玉，好一个贼喊捉贼啊！明明是你儿子推了彤彤，害他受伤，现在反而成了我指使彤彤去污蔑你儿子。周秀兰，红玉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，值得你如此五次三番的针对他？我针对他？沈朝阳，你真是瞎了眼！总有一天你会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周秀兰，你真歹毒！我知道谁推的。刚才啊，我在远远的打扫卫生，我就看到是这个男孩推的这个女孩。沈朝阳、秦红玉，现在又多了一位人质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不可能，肯定有误会。晨晨再怎么说也是当哥哥的，他肯定不会欺负彤彤妹妹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你们不是一口咬定说这孩子一直跟在你们身边吗？现在怎么又说是误会？你们是把大家都当成傻子吗？既然真相大白了，晨晨，我要你立刻给彤彤道歉。秀兰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要不然我替他道歉吧。彤彤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必须晨晨亲口道歉。周秀兰，都说了是误会，晨晨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你就一定要针对这样一个小孩子吗？沈朝阳，说什么你也是彤彤的亲生父亲。晨晨是孩子，难道彤彤就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晨晨他今天必须要亲口道歉。沈朝阳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在乎，我现在都怀疑晨晨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该不会他是你的孩子吧？林总，晨晨的父亲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不是我偏袒他。这孩子从小就没了父亲，需要父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更应该多加管教了。做错事就该道歉。朝阳，晨晨，给彤彤道歉。妈妈。晨晨乖，道歉。对不起。好了，以后公司再组织亲子活动，都把自己的孩子看好。秀兰，现在孩子去医院吧，费用让陈朝阳出。走，彤彤。陈朝阳，让你跟亲生女儿出医药费，你有异议吗？林总，既然是晨晨的责任，我没异议。行，根据你最近的种种表现，你已经无法胜任明盛集团经理的职位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被降职了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不爱彤彤了，以后彤彤也不爱爸爸了。彤彤乖，妈妈多挣一点钱，让彤彤上好学校。彤彤啊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好。彤彤怎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彤彤是我的女儿，来看自己的亲闺女。你还知道，彤彤才是你的亲闺女。秦红玉的儿子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比彤彤好？你给彤彤买过什么？秀兰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攒的那些钱之前也全都给你了。现在生活确实比较寒酸，我知道彤彤喜欢玩具熊，这也是尽一点当父亲的心意。我不喜欢玩具熊。你今天特意过来，真的只是来关心彤彤的？我的确有件事情想求你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求我？沈朝阳，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啊！我……行了，别支支吾吾的，
有话直说。秀兰，今天亲子活动，林总把我降职的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帮我说说情。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是晨晨推的彤彤，我也被蒙在鼓里。沈朝阳，今天要是没有人证的话，差点就变成了是我指使彤彤去污蔑晨晨的。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你们算呢，你现在跑来让我给你说好话。之前你屡次三番违反公司的制度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秀兰，我好不容易才当上的经理，现在全家的开销都指望我一个人。林总一下把我降职成一个小主管，你让我以后怎么生活？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你现在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。之前我跟彤彤在乡下过得可比你们惨多了，你们一家人没有开销，关我什么事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沈朝阳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秀兰，再这么说，我也是彤彤的亲生父亲。彤彤，你帮爸爸给妈妈求求情，让妈妈帮帮爸爸，好不好？你是坏爸爸，彤彤不要坏爸爸。彤彤，爸爸之前不对，爸爸给你道歉，你让妈妈帮爸爸求求情，好不好？沈朝阳，你给我出去！彤彤，你真的不愿意帮爸爸了吗？我听妈妈的。秀兰，就当我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，以后我还固定给你们打生活费。你我早就不是夫妻了，我也不稀罕你的钱。彤彤现在需要静养，请你出去。周秀兰，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？绝情的人是你，沈朝阳。我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打扰我跟彤彤。出去！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连彤彤也不认我这个爸爸了。怎么样？周秀兰同意帮你求情了吗？我不想吃泡面了，我要吃牛排。晨晨乖，先将就吃一阵，妈妈正在想办法。朝阳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，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，总不能天天吃泡面吧？我已经被降薪降职，家里面的钱愿全都给了周秀兰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那我们也要想想办法呀。晨晨的补习班也要续费了，孩子的教育更是不能落下。要不然，先回趟老家，把老宅卖了，先顶一阵儿。老家的宅子是我沈家的祖宅，我就算再穷，也不可能把祖宅卖了。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不行的话，你也出去工作吧。你虽然学历低，但是应该也能找点事情做。我出去上班。朝阳，我这几年一直在家里洗衣做饭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能做什么呀？实在不行，你来名胜当保洁。这份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是收入也还算可观，不至于没钱赚。好你个沈朝阳，周秀兰在你们公司当会计，你却让我做保洁，明摆着是想看我出丑。保洁还是算了吧，我不太合适，我还是再找别的工作吧。喂，叶少，是我。怎么，想通了？叶少，人家想明白了，沈朝阳那个废物根本配不上我。今晚你可不可以来接我呀？好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你说。过几天我们叶氏和名胜要竞标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沈朝阳肯定有参与，我要你把他电脑里的材料给我拷贝一遍。放心，这份材料不会对外公开，谁也不会知道。只要你能拿到材料，我亲自开车去接你，让你们母子二人住上别墅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另
今晚后半夜我去接你。要是真能傍上叶少，我和晨晨后半辈子就吃穿不愁了。到时候周秀兰也只有羡慕我的份儿。我和晨晨下半辈子的幸福，就要靠这小玩意儿了。晨晨，晨晨，妈妈，快起来，跟妈妈走。妈妈，我们去哪里呀？爸爸去吗？你这傻孩子，沈朝阳可不是你爸爸。快起来，妈妈带你去吃牛排。好。先生，我在这儿。叶少，我们俩过得好苦啊！哎，U盘呢？在这儿，全都考好了。好，你先带你儿子上车，送你们去别墅。太阳都晒屁股了，红玉怎么还没起床做早餐？红玉，红玉，起床了，该送晨晨上学了。红玉，该起来了，晨晨上学要迟到了。难道红玉已经送晨晨去上学了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难道红玉带着晨晨走了？从今以后，我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了。周秀兰，要加油！沈朝阳，你干什么？秀兰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你不能把对我的恨转移到红玉和晨晨身上。我求你了，放过他们。沈朝阳，你傻了，说什么胡话呢？红玉和孩子不见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难道不是你干的？神经病吧！秦红玉和她的孩子失踪了，你不去报警来找我干什么？难道不是你做的吗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就算再讨厌秦红玉，也不至于去加害她吧？
如果不是你把他们藏了起来，或者把他气走，他们能去哪儿啊？沈朝阳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秦红玉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你就是眼瞎。我看啊，八成是你被降职了，养不起他了，他就带着孩子找下家去了呗。不可能，红玉不是这样的人，她照顾了我4年，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餐，下班了也和晨晨在家等着我吃饭。你傻呀！之前你是经理，薪资高，他当然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可你现在就是一个小主管，谁愿意伺候你？行了，今天是我第1天来公司报道，你不要在这儿纠缠我。不想吃泡面了，我要吃牛排。晨晨乖，先将就吃一阵，妈妈正在想办法。朝阳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，孩子真正长身体的时候，总不能天天吃泡面吧？我已经被降薪降职，家里面的钱全都给了周秀兰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那我们也要想想办法呀。晨晨的补习班也要续费了，孩子的教育更是不能落下。要不然，先回趟老家，把老宅卖了，先顶一阵儿。老家的宅子是我沈家的祖宅，我就算再穷，也不可能把祖宅卖了。难道红玉真的带着孩子走了？有了这个小东西，我看这回明盛集团还拿什么跟我们斗？叶总，明盛那边千算万算都不可能想到，我们会从沈朝阳的姘头身上下手。这回城西开发区的项目，非我们叶氏集团莫属。林总，城西开发区的项目计划书已经整理好了。咱们这次的竞争对手是叶氏集团，叶氏集团的总裁叶天亲自出马，跟咱们一起参与竞标。叶天，叶氏集团的小儿子，一个只知道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城西开发区的项目很重要，只要能拿下竞标，未来20年，明盛集团就能乘风而起。所以今天下午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是，资料里已经整合了咱们集团所有的资产分配情况，如果有必要，可以直接调取资金。很好。哎，对了，让新来的周会计一起参加这次竞标会，我需要现场调度资金。周会计，他可是今天第1天上班。我也是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哦，对了，李总，这个项目的沈经理其实也参与不少，不求咱们要不要喊着他？喊上他吧。沈经理，哦不，沈主管，今天下午的竞标会呢，林总让我通知你一起参加。知道了。下午2点准时开始。好。红玉，晨晨，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叶少，这么热的天，我们是来谈什么生意啊？当然是大生意了，我叶天只谈大买卖。叶总，明盛集团的人也来了。明盛集团，叶少，人家要不要避一避？避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要和明盛集团的人打明牌。
林总，幸会幸会。秦红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周秀兰，凭什么你能在这儿，我不能在这儿？人家现在可是叶少的女朋友。红玉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谁呀？把头给我散了！叶少，你别误会，人家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沈朝阳，我现在可是叶少的女朋友，离我远点。红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晨晨呢？你们今天早上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啊？我们两个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潇潇，你会帮忙？少管我的事儿。秦红玉，怎么才半天不见你就变成了这样？你不是说你爱的是我吗？哎，沈朝阳，你连晨晨补习班的钱你都给不起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情说爱？再说了，你不会真以为老娘喜欢你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况且你现在连经理都不是了，我想要的生活你给不起，你懂吗？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为什么？老娘天天给你做饭伺候你，你管这叫利用？行了，我今天还有正事要做。林总，先进去。放着这么好的媳妇不要，非要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，遭报应了吧？陈朝阳，一会儿竞标会你还能参加吗？林总，我能。行，走吧。林总，今天的事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我们的计划书可能已经泄露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咱们的计划书泄露了？对。我问你，秦红玉是什么时候带着孩子走的？今天早上睡醒，他就和晨晨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秦红玉昨晚还在，而今天早上失踪了，现在又出现在了这里。偏偏今天又是我们和叶氏集团竞标的日子，而他却和叶天站在一起。你们不觉得蹊跷吗？我也觉得蹊跷。这个秦红玉什么时候和叶天混在一起的？林总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救我和彤彤的那晚？那3个混混想抢我的钱，而他们下车的第一句就提到了叶少。老大，好像是明盛集团的林明远和叶少不对付的那位。什么？明盛集团的林明远？那我们还真惹不起。撤！所以说，那3个混混是叶天的人。而那天，刚好我去找沈朝阳要钱，逼秦红玉拿出了私房钱。所以说，那3个混混是秦红玉喊来的，而他跟叶天很早就有勾结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的计划可能很早就泄露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秦红玉早就勾结了叶天？看来这个秦红玉不简单。你的电脑上有我们和叶氏集团竞标的资料，他肯定会拷贝，要不然叶天也不会找他这种货色的人当女友。立刻启动备用方案。以我对叶氏集团的了解，他们的方案未必有我们好，但是资金一定比我们的高。是。各位，城西开发区这块的项目承包到底花落谁家？就看今天你们双方谁拿出的诚意高，方案最符合我们的需求。谁先来？林总，请吧。叶总，您先来的，您请。林总，你们不会是还没有准备好吧？不如你们直接弃权吧。我们的计划书一定比你们的更完善。可以这么说，你们明盛集团根本不是我们叶氏的对手。叶总，您说的好听，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展示呢。行，等我的计划书展示完毕，你们就彻底没机会了。
我们公司计划用30亿完成对开发区的设施建设，这一点是你明盛根本就比不了的。很好，叶氏集团的这份计划书完全符合这次竞标，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我十分满意。李明远，从以前你们明盛集团就处处压我们叶氏集团一刀，这一次我要让你们输得很惨。叶总，做人不要太嚣张，你真以为你的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？这个林明远，该不会察觉到什么了吧？叶少，沈朝阳肯定什么都不知道。林总，你别只打嘴炮啊！你们的计划书呢？拿出来啊！这简直太完美了！所有项目的筹备都甚合我意，资金也比叶氏集团多出10个亿，太棒了！林总，我没想到明盛竟如此有诚意，不只有诚意，计划还如此精细。我宣布，城西开发区的项目中标的是明盛。陈会长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他们的计划书比我们的还精细，投入资金还多出了10个亿。叶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陈会长的判断力吗？小叶啊，我肯定不会看错的。明盛的各项计划对于你们来说都是碾压性的，这一次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。明明我们已经照着明盛的计划书做了自大优化，他们怎么还能赢？叶总，靠小伎俩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小叶啊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机会还很多。你们这次的计划书已经远超我的预期，只是明盛更合适而已。林总啊，今后开发区的建设就交给你们了。请会长放心，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好，很好。明天我们正式签合同。李明远，你他妈作弊！你怎么掏出来40个亿？没错，精确的计算过，你们最多只能拿出20亿，就算合同也轮不到你们。你们偷梁换柱，我就不能留一手了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拿到的只是我众多方案中最次的那个。什么？叶少，你打我！这就是你给我拿的计划书，丢人现眼！我也不知道这计划书是对次的，我都是从沈朝阳电脑里拷贝的，这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叶少，叶少，原来是你！你这个贱人，我竟然看错了你！秦红玉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上次也是你给叶少打电话喊人抢我钱的吧？沈朝阳，我照顾了你4年，你最后穷的只让我和陈晨吃泡面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还有你周秀兰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和朝阳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行了，都过去吧，回去给你庆功。好。叶少，你等等我，叶少。叶少，回去之后，把他们母子俩给我赶出别墅，收拾干净，别让我爸知道。是。叶少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滚！再敢碰老子，打断你的腿！叶少，我真的不知道沈朝阳材料不行，都怪沈朝阳，不怪我啊！叶少，以后给我从叶少身边消失，
要是叶少再看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为什么？叶少，叶少。赵阳，赵阳，赵阳，放开！赵阳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秦红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赵阳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抛弃我和晨晨。你忘了我丈夫怎么交代你的吗？要好好照顾我们母子，把晨晨养大成人啊，赵阳。秦红玉。我真是瞎了眼！如果不是你，秀兰不会跟我离婚；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被降职，更不会有今天这场闹剧。我对你们家的恩已经报完了，从今天起，别再缠着我。赵阳，赵阳，为什么都抛弃我？今天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柴到计划泄露，公司不知道损失多少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比较了解秦红玉。沈昭阳他眼光不行，不了解秦红玉的为人。他眼光差，那之前怎么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婆啊？这个林明远看起来挺高冷的，没想到还会讲笑话。哪有啊，他的眼光才不好呢，那都是我之前眼瞎。行，你说的都对，走吧。过几天签完合同，给你摆庆功宴。谢谢林总。沈朝阳，秀兰，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已经把秦红玉赶走了，以后她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沈朝阳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拿这束花是什么意思？秀兰，我们复婚吧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对你好。还有彤彤，我再也不会苦着你们娘俩了。沈朝阳，我们不合适，以后你别再缠着我了。大家都是同事，别让别人误会。妈妈，你下班了吗？彤彤想你了。彤彤，妈妈在回来的路上了，你在家乖乖等妈妈。好，彤彤在家乖乖等妈妈回来。記錄太多不值，10年也在相識音，讓我傻。周小姐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来我家共进晚餐，请问你愿意吗？